秋华，明天开庭的时候你跟我去。那个罗英子事太多，我怕她在法庭上有多余的动作，反倒添乱。罗英子力排众议论，才终于找到了能够证明王大福无罪的证据，可韩主任却突然把罗英子的功劳全都送给了秋华。此时忐忑不安的秋华根本想不到，韩主任之所以会把功臣罗英子踢出局，并不是刻意为难罗英子，而是对自己最狠的算计。就像是罗英子根本想不到秋华让自己找韩主任帮忙的阴谋究竟有多狠。不过韩主任或许也不会明白，罗英子委托方力宏担任自己的律师，才是对他最狠的反击。韩主任对秋华的算计，秋华一直想拿到王大福的案子，但是韩主任始终没有松口。如今韩主任一改常态的把罗英子的功劳让给秋华，显然是别有用心。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小细节，韩主任为手下的实习律师分配案子的时候，故意没有给秋华分配任何案子。但是在会议结束后，韩主任手下的一名实习律师却对秋华说了这样一句话：秋姐，挺忙啊。注意看，这名实习律师所说的并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对秋华的挖苦。正如韩主任所说的那样，你从农村到城市，没资源，没背景，你怎么接案子？在咱们所，没有人罩着，只有离开的下场。秋华虽然是律所中资历最深实习律师，可由于他没有任何背景，他在律所的地位还不如那些资历浅的律师。律所的实习律师个个都是人精，他们自然看出了韩主任对秋华的特殊。秉承着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那些实习律师也效仿韩主任为难秋华。因此在庆功会上，那些实习律师才会齐心协力，逼迫秋华和韩主任喝交杯酒。等会，师姐，您这就太没有诚意了，怎么着不得来个交杯酒啊？交杯交杯交杯，刚才已经交杯了，这次不得来个大交杯呀！韩主任默许手下的人欺负秋华，就是想借此逼迫秋华就范。原本秋华的心理防线已经很薄弱了，但是此时律所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罗英子。罗英子不仅不像其他人那样孤立秋华，还主动和秋华做朋友。在罗英子的带领下，秋华的心也渐渐地活了过来。秋华不但帮着罗英子骗韩主任，还瞒着韩主任偷偷帮罗英子调查案子。韩主任很清楚，如果任由罗英子和秋华的友谊继续发展下去，秋华一定会脱离自己的掌控。因此韩主任才会命令秋华抢走罗英子在王大福案件里律师助理的职位。罗英子不是病了吗？正好我给她放几天假，不要通知她去法院申请办理律师变更手续。韩主任此举就是为了离间罗英子和秋华的感情。这样一来，秋华在律所里就又会成为被人处处排挤的小透明。如果秋华想要拿到案子，就必须顺从韩主任。但是秋华根本想不到，韩主任更狠的算计还在后面。虽然秋华在王大福的案件里的贡献比罗英子多，不过罗英子刚拿到王大福的案件时，就有同事对罗英子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听不出来，秋华想参加你这案子？我之前听人说，秋华特意找老韩要这案子，老韩都没给，最后给了你。没事儿，秋华跟着老韩还能缺案子不成？你写你的。律所的律师心知肚明，秋华早就看中了王大福的案子，只是韩主任一直没有松口罢了。虽然韩主任没把王大福的案子给秋华，但他却把功劳给了秋华。其他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根本不知道秋华为王大福的案件付出了多少，因此他们只会认为是秋华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抢走了罗英子的功劳。即使秋华清者自清，他肯定也忍受不了同事异样的眼光。秋华心里最脆弱的时候，也就是韩主任下手的最好时机。韩主任对秋华的算计还不止于此，秋华虽然出身不好，但是她却并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女子，否则韩主任也不可能这么久都没有得手。韩主任之所以一直不敢强迫秋华，就是害怕把秋华逼急了，秋华就会和自己鱼死网破。但是韩主任让秋华抢走罗英子的功劳，就把秋华的后路给堵死了。律师界本来就是一个圈，秋华担任王大福的律师助理，落在别人眼中就是秋华抢走了罗英子的功劳。
如此一来，秋华在圈内的名声也就传开了。就像梅大良所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啊，你搞得定对手，但搞不定队友。职场啊，也是江湖。秋华有这样的前科，其他律所和其他律师自然不会接纳他，秋华也就永远不可能离开韩主任了。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秋华被韩主任为难固然可怜，但是秋华也不是什么良善之人。在罗英子最困难的时候，秋华也照样算计了罗英子。秋华让罗英子找韩主任的阴谋。刘明逃到美国以后，罗英子就发现刘明不仅仅是转移了婚内财产，更为自己留下了巨额债务。罗英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决定为自己请一位律师。可此时秋华却建议罗英子找韩主任帮忙。我觉得你还是得找韩主任帮忙，他是师傅，他帮徒弟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了，他当了你的律师，他也会帮你在所里说话的，能帮你就行，你还管他人品呢。虽然韩主任的人品令人堪忧，但他确实是一位有经验的资深律师。不过正如野罗英子所说的那样，打死我也不想找他，不是人品的问题，到时候出了问题，你觉得他能保住我吗？而且就王大福这案子，他什么态度？消极应诉，就走个过场就完了。要对我这案子，他还不坑死我呀？韩主任的能力虽然强，但他却不是一位合格的律师。他从来不会设身处地的为委托人着想，他只会在乎自己的利益。如果罗英子真的找了韩主任帮忙，那么韩主任一定会狮子大开口，让罗英子拿出一大笔的律师费。更何况律师是很在乎自己的胜诉率的。罗英子的案件本来就很棘手，如果韩主任在罗英子的案件上败诉了，他一定会给罗英子穿小鞋。罗英子只是凭借着王大福的案件就看清了韩主任的嘴脸。秋华跟了韩主任2年多，怎么可能不清楚韩主任的秉性？秋华之所以会建议罗英子找韩律师帮忙，也有自己的私心。罗英子为了找秋华帮忙，就答应了让秋华担任自己的离婚律师。但是秋华只是一个实习律师，他不能自己接案子。换而言之，如果秋华想顺利地担任罗英子的离婚律师，就必须让罗英子把案件委托给韩主任。所以秋华才会怂恿罗英子找韩主任帮忙。不过罗英子根本想不到，这还不是秋华最狠的阴谋。韩主任手下有那么多实习律师，秋华是最不出众的那一个，为何韩主任偏偏会看上秋华呢？这是因为秋华是最没有背景的实习律师。像秋华这样的人，就算被韩主任欺负了，也不敢多说什么。因此秋华才会建议罗英子找韩主任帮忙。虽然罗英子的家境优渥，但是经历刘明的背叛后，罗英子的情况也不比秋华好多少。秋华就是想让韩主任知道罗英子的真实情况，如此一来，韩主任就不会只盯着秋华了。而罗英子虽然暂时落难了，但她也不是什么善茬，自然不会吃亏。好在罗英子很清醒，并没有找韩主任帮忙。不过韩主任永远想不到的是，找方力宏帮忙才是罗英子对自己的最狠反击。罗英子对韩主任的反击，为了护住自己在律所的工作，也为了维护自己最大的权益，罗英子决定找律所的方力宏代理自己的离婚案。方律，我想请您当我的律师。韩主任根本想不到，这才是罗英子对自己最狠的反击。罗英子是韩主任的徒弟，就算他想要方力宏代理自己的案件，也应该知会韩主任一声。但罗英子不仅没找韩主任代理自己的案件，还越级告诉方力宏自己的困难。律所的律师有那么多，为何罗英子偏偏找了方力宏呢？这不仅是因为方力宏有能力护住罗英子的工作，更是因为方力宏的性别。罗英子不仅自己找了方力宏帮忙，还让方力宏带领着秋华一起处理自己的案件。秋华抢了罗英子的功劳，在律所闹得沸沸扬扬，而罗英子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打破律所的谣言。罗英子带着秋华一起投奔方力宏这样一位女律师，就是为了间接地告诉所有人韩主任对女下属的骚扰。所以罗英子和秋华才会冒着得罪韩主任的风险找方力宏帮忙。对于律师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名声，罗英子此举才是对韩主任最狠的反击。
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只要你不倒，就没人能打倒你，只有你站住了，才能打倒对方和伤害你的人。